11月26号在香港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火灾，下午2点多发生起火，火势蔓延得很快，没有几个小时都已经全部烧得很厉害。我们就第一时间带着围巾跟浸湿雨就去到了现场，让我们看一看现场，也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火灾之后呢，那些灾民呢，他们往往心里都是比较惊恐，或者是很失落。我们即使是提供了阶级性的那些援助之外，我们后续呢都还会继续的跟进这些受灾的家庭户，给予陪伴关怀。总是人生是无常，一旦碰到了，他的创伤会很久，而且会很怕，这怕的可能难忘的啦。这个难忘的呢，是需要长期护卫。慈济人的爱呢，就是爱那个跟咱没关系的人，我们更需要做关怀这样的这个很急难，而且是重灾难这给人家的心灵的需要长期的护卫那个也当安尼可以这样更是咱的责任讲责任应该是咱的使命啦因为济公嘛，他不是请我们，所以我们呢就要自己去，这个在不请自来，这个在济公。6号、7号呢，我们将近有300多位志工呢，在静思堂，我们的重点是要去关怀这些灾民，然后我们的志工都是很贴心，接引他们，然后在祈福区写下他们的祝福，然后在楼下的静思书轩会看上人的开示，再慢慢带到佛堂。志工很温馨，马上递上一杯温温的茶。当天来的很多灾民对我们慈济是不认识的，他们也觉得我们不是香港最大的主流 NGO， 因为他们没有听过，所以他们觉得很压抑，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及时，而且做得这么到位，这么贴心。谈话过程当中，我们都是让他说，我们就是扮演聆听的角色。其实当天整个佛堂是很感动的，他们哭，我们的志工也哭，然后抱着一起哭，就是这样子到处此起彼落。我想我们发放的不只是这5000块，而是更多更有意义的爱跟关怀。这就是我们很主动去关怀的这哪发现到可能有急难救助，那中期的帮助，本来一寡工人也好顶啦，靠着这个地方在生活，突然之间他没工作了，那或者是呢一时之间无法去上班啦，有的人惊无法度去上班，我们就是抚慰他，也短期内帮助他，这么需要，也是需要的。那有的呢，这个急难救助过后，就是中期，但差不多评估他要多久才能真正的都恢复。这呢，我们有3个月或者是半年的，可以去评估，这个在中期关怀。也有的呢是长期，也许受伤了以后呢，过后也许他的身体无法再工作了，有的烧了手球啦，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伤变成了终身的残疾。这呢，可能我们也要长久
的关怀，所以咱有急难，那中期的关怀，长期的帮助。我们台湾有这样的，今麦甲恁讲，互恁知，这都是方法，我们可以长期、中期、甲急难，这都是爱了解。总是呢，伫遐尼正下的所在，遐尼正大，那么大的灾情，大家很幸福，所以讲要很珍惜。人生无常，这个无常呢，跳过了。我们真正的要互相祝福，将来啦，我们除了讲警惕生活平常，那种无妄之灾，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发生，所以呢，定定要提起了警惕。也定定要甲大家人互相的互动，那或者是呢，迄个长期，除了咱互伊心灵的疗伤以外啦，更需要就是长期生活补助，这都是。胸襟重啦，政府给的也许是一段一段啦。要那有长期呢，他们的心灵也是受伤是救不回来的，那就是看咱实际啦所做的，就是要做这一块，不是需要咱的经济帮助，但是呢，心灵的惊吓或者是创伤，这也许需要一辈子的关心。咱除了给关怀嘛，当给辅导来去做帮助人的人，给抓出来看，让他们看看。比较一下，我们曾经有了受伤，有了这个灾害，但是看看有一群人，就是再怎么样，他也没有办法自立，所以相比起来，但幸福啦，辅导因。看大爱，那大爱的电视就会比较平和，也有很多的在苦难中挣扎过来的，这种自立自强站起来的这块的故事都是很真实，所以说多看多说，如何去辅导人心，这就是社工很重要的，要了解，也要发挥的良能。所以讲，你们也都看看佛教的故事，讲是故事那也就是让我们参考。历史的事情总是呢，大家人汇合起来，都是可以都聊天式的都可以提出，或者是这一回的呢，认识的，或者是呢看到灾民跟我们分享的，也都会。很多事啦，
都了解，知道很多事，这都是我们人生的教育的一课一课，一个个案，总是呢，让我们在上课听来的故事，这我们的心啦，就把它当成大藏经收集，都亲像一个总经读，好，这个橱柜赶快，藏经橱柜赶快，总是呢，听来人间的突然间的不幸，我们也要认真听，也认真的存在内心里。有的时候要辅导人拿出来，也是一个总经。我们就是这样，佛法也就是这样。